超市时间长时间短，你那个超不超市的，你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者说了，我们来是说别的事儿，你也不管我干什么的，对吧？我的来是为了他跟他那个所说的张哥的之间的事，那他知不有没有事儿，你问你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可能是有事儿。现场跟主持接受父母不同意，再一个也是有别的其他事儿。我们以前是个食杂店，现在超市他雇了一个人，他俩成天在一起，他有说有笑，我怀疑他俩之间有事儿。原来不领证的原因有2点，第一点是父母不同意，第2点就是今天的重点，怀疑老婆。怎么说？因为我父母想要个孙子，就你们5年没生孩子是吗？有个女儿，那不就是孙子吗？那父母的就是喜欢孙子，孙女就不行啊。那你呢？你喜欢女儿吗？我到女儿儿子都可以，但是父母不行。你别拿父母做挡箭牌啊！由此可见，郭先生就是故意拿父母做挡箭牌而已。虽然郭先生一家人都喜欢小子，但就算是姑娘也你就不领了？我现在也不想领，为啥？就因为他那个卖点妇女张哥的总在一起腻腻歪歪。说白了就是郭先生不想领证，原因正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2点，怀疑老婆和自家员工有猫腻，这才是不想领证的真正原因。此时的黑妹听老公这样说，立马做出反驳：别人侮辱我行吗？你就是小心眼儿，听别人说你就信。我能不信吗？我不在家，我好不容易回去一次，我能不信吗？我也不在家，别人说我还不信。哎，对，那什么信？回家呢？因为我那车开的是人家工地老板，人老板今天有事儿，明天有事儿，我回什么家？再者说了，我们来是说别的事儿，你也不管我干什么的，对吧？我得问清楚才能知道他跟张哥有没有事儿。他知不有没有事儿，你问你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可能是有事儿。现在8点开门，多了一个人干活，结果开门越来越晚。以前我家是个小卖部，经营的挺好的，我就给它做大了，变成超市。超市时间长时间短，你那个超不超市的，你跟那。
活干不过来，我顾的吗？你顾的行，白天干活可以，晚上可以回家住吧？为什么还得住在那里啊？咱家那超市前几天丢了那么多的货，那好烟好酒都丢了。我寻思他住店里边不是放心吗？不省得丢东西啊。啊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能放心吗？你俩前屋一个，后屋一个，你就是。还有那剃须刀的，要是动弹就问谁来的，谁在这住来的，谁用我东西了？床单你都不让我洗啊！回来跟小狗似的，这儿也闻那儿闻。我闻，别管我能不能闻着啥，我闻了我就得劲儿，不闻我就不得劲儿。在一起吃饭，吃饭就吃饭，还给夹菜，你干嘛给他夹什么菜？不是你又不在家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不是客气屯子人跟我说的。屯子人怎么看得见呢？我们这超市，人家去了，屯子正好可以碰见了。我们还是说说你那职业的事儿吧。我来不是研究职业。等，这件事已经对郭先生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伤害。一个平时在外跑长途的司机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风言风语，坚决要把这件接下来便谈到了关键性问题，那就是这个孩子郭先生也有怀疑。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那小片我没听错的话，你好像对你女儿还有怀疑是吧？不说这事我就不说了。我那生我孩子的我都没去，张红去的。你们来吧。谁去的？就我家雇那人。不是那个人不是才来了1年吗？他来了1年不假，但是他以前就是村里就认识啊。你夫人生女儿的时候你没去，那哥们儿去了。那哥们儿去。好家伙，这事情越说越离谱了。老婆生孩子这么大的事，既然是那位张